宗武时代，宪法凋零，别人还在锻造体魄、打磨筋骨，你早已登临仙道，一借炼丹之术，搅动天下风云。和了诸天万界的宗武世界，一个个大王朝并存的时代，而你是这世间真正的炼丹师。这一天，同福客栈外来了2个客人。老白，你又在偷懒，就知道睡。瞧你这样子美得很呀！掌柜的，我就是个跑堂的，连客人都没有，我不休息还能干嘛？没有客人，没有客人，你不会出去招揽客人吗？你想要饿死我跟小贝吗？哎呦啊！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道圣，在佟掌柜面前温柔的像一只小猫咪，毫无半点江湖大佬的气势。掌柜的，有客人来了。客官，快里面请。怎么咧？白展堂一脸严肃地把佟湘玉护在身后，能让堂堂道圣如此忌惮，眼前这一老一少身份定然不简单。吕秀才与郭芙蓉也是暗自戒备起来。白展堂见过张真人。你认得老道？张真人，半年之前，张真人百岁寿宴，盛况空前，在下一时好奇，偷偷跑到武当山看了一眼。哦，有趣！一尊只玄后期的宗师，居然在这客栈之中当跑堂吗？张真人见笑了，在下早已不问江湖事。2位这边请。老白，那真的是武当的张真人？不会吧，大明江湖的最强者，武当派的张真人怎么会来栖霞镇这种小地方？不怪佟湘玉、吕秀才等人激动。张三丰作为大明皇朝的最强者，他们虽然无比熟悉，却是从未见过。今天见到活人了，怎能不激动？就像粉丝见到了自己的爱豆一样，令人兴奋。废话，我还能认错吗？至于张真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栖霞镇，或许是因为张真人身旁的张无忌吧。无忌，无忌，你没事吧？师公，无忌没事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师公，无忌会死吗？张真人，或许晚辈能够提供一个办法，治好张武侠的公子。原本白展堂是不准备参与这件事情的，但是脑海之中却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如果是那个人，或许能够治好张无忌吧。哦，什么办法？3个月之前，我们栖霞镇来了一个年轻的公子，他在此地修建了一处丹阁，售卖丹药，所以晚辈在想，对方或许能够治好张武侠的公子。不行，什么丹药啊，都是些骗人的手段。老白，你疯了吗？怎么能让张真人去找一个骗子啊？不怪众人这么大的反应。早在2年之前，大秦皇朝的嬴政便发现了方士炼制的丹药乃是一种慢性毒药，一怒之下杀了所有的方士，并将方士的罪行公布开来，霎时间便传遍了整个神州大陆，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江湖骗子。丹药，小友，你确定那是真正的丹药吗？不瞒张真人，晚辈因为好奇，曾亲自去丹阁看过。什么？老白，你什么时候去的？真的假的？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别打岔，张真人，那丹阁的主人虾仁，并不是常人眼中的方式，是真的拥有炼制丹药的手段。好，白道友可有明证？我也认为那丹阁的主人就是一个江湖骗子，在丹阁开张的那天晚上，想要偷偷去给他一些教训，但是刚走进丹阁就被发现了。我在他面前甚至连动手的勇气都没有。好在虾仁并没有为难于我，但是作为惩罚，只要我买下1枚丹药，便能离开。我一个穷哈哈的人，哪有什么银子？最后只能将葵花点穴手留下，兑换了1枚从未听过的培元丹。他说这是1枚4品丹药，能够提升止玄宗师一个小境界。一开始我还以为虾仁在哄骗我。可是我出于好奇，便服用了那枚丹药，没想到我的修为直接从止玄中期提升到了止玄后期。好你个白展堂，我就说你的修为怎么突然就突破了，原来是这样。老白，你太不够意思了，有这样的好事，你居然都不告诉我们。就是老娘挠死你！哎呀，停，不是不告诉你们，是我完全摸不准这虾仁到底有什么目的。这可是提升修为的丹药，还没有丝毫的副作用。如此珍贵的宝物，虾仁却直接当做货物来售卖。在没弄清楚虾仁的目的之前，我当然需要谨慎一些了。有趣，所以你告诉频道这个消息，就是希望频道去试探那虾仁一番，知晓他的目的吗？年老成精的张三丰瞬间就洞悉了白展堂的意图，却也并没有生气。此刻他倒是对那神秘的丹阁来了一丝兴趣。还请张真人见谅，晚辈的确有着这方面的心思，但是晚辈也没有欺骗张真人。以虾仁能够炼制丹药的手段，或许真的能够治好张武侠的公子。
姓名：虾仁，修为偏向大宗师后期，丹道造诣5品炼丹师，本源之力37点，声望1级10000分之137。看着光幕之上的信息，虾仁的脸上不由露出了一抹无奈的神色。穿越而来已经1年了，才这么一点本源之力和声望，想要不断融合炼丹师的传承，需要用足够的声望来兑换，现在看来还早呢。不过好在有这个金手指在，倒是不用为药材发愁。嘿嘿，有了牛逼的丹药，不愁赚不到声望。师公，无忌会死吗？那丹哥真能治好我吗？终于有人来了嘛！我操！虾仁穿越第一天就长出了一条尾巴，2只脚，原来是乱吃丹药发生了变异。有病吧？这是要变成龙虾了啊！这样子以后还怎么谈小姐姐？虾仁穿越后获得了诸天万界的炼丹师传承，直接奖励了一滴秦始皇的精血。虾仁竟用这滴精血炼制出吞服后，身体却发生了变异，长出了龙角龙尾。人狠话不多，虾仁果断挥刀斩向自己第3条腿。我操！结果没多久就又长了出来。割不掉嘛，特么的！幸亏没有长到前边，不然这么大，让人看见了多尴尬。罢了，有人问的话，就说是喜欢玩 cosplay 吧。老子一定要炼制出能化形的丹药，做回真正的自己。只是这样的丹方传承还没有获得，声望值还不足以兑换下一位丹药师传承。最要命的是，每次兑换都是随机的，根本不确定什么时候才能获得那样的丹方，并且炼制丹药需要的本源之力，只能通过人们自愿购买丹药赚取的钱财物品兑换而来。而现在的世界，因为秦始皇的一句话“丹药就是毒药”，导致根本没人愿意来购买。刚穿越奖励的那点本源之力早已所剩无几。贼老天，你特么玩我！虾仁很无奈，声望与本源之力一直无法提升，直到上一集中白展堂的到来，给虾仁带来了一丝希望。而今天，丹阁终于迎来了第2位客人，当世最强者，陆地神仙境界的张三丰。快看，有人进入丹阁了！不会吧？丹药不是毒药吗？怎么还有人相信？师公，这丹阁的主人不在吗？想来此人很快就会出现了。张三丰朝着丹阁的2楼看了看，他能够从丹阁2楼觉察到一股诡异的气息。老人家，这就是一个骗子，快出来吧！老人家，你可不要上当了，丹药就是毒药啊！多谢诸位，老道还有一点微末的本事，不会轻易被骗的。爹，你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个骗子！现在居然还有人敢卖丹药这种东西！这群人正是前去参加刘正风金盆洗手大会的华山派众人。如今的华山派早已经衰败到了极点，岳不群急需提高江湖地位，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自然是当仁不让。放心吧，爹不会放过这个骗子的。岳掌门，那是华山派的岳掌门。张真人，您怎么会在这里？天哪，三生有幸啊！一开始进去的老头竟然是张真人，别拦我，我要回去告诉列祖列宗。原来是岳掌门啊！张真人，这丹阁的主人真的会炼制丹药不成？贫道也只是听说，等见过这丹阁的主人，自然就会知晓了。张三丰看不透，怕是有着陆地神仙后期的境界，岳不群只玄宗师后期，比白展堂强上一丢丢。虾仁快速扫描了一眼，对于众人的修为大致有了了解。晚辈虾仁见过张真人。好个少年郎，当真是一表人才，只是这身打扮着实怪异。众人见到虾仁这身装扮，皆是一惊，不过倒也没有多想，想来只道是个人爱好，喜欢玩角色扮演罢了。看着众人玩味的眼神，虾仁只能心底轻叹。被误会就被误会吧，总比被人发现我人居龙身的真相要好。夏先生，老道听闻夏先生能够炼制丹药，不知可有能化解玄冥神掌寒毒的？虾仁直接隔空取来一个瓷瓶，这一手着实把众人惊艳到了。他刚刚是怎么做到的？当真神迹！此乃3品净元丹，可解百毒，区玄冥神掌的寒毒更是不在话下。可解万毒，还真是大言不惭。虾仁知晓众人不信，随手拔掉了玉瓶上的塞子，刹那间，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朝着周围扩散开来。妙啊！我瞬间感觉自己又行了。我特么行你一脸，你特么怕不是来搞笑的吧？那是驱毒丹，你以为是什么油吗？我感觉能拖死2头牛。丹药，这是真正的丹药。
夏先生，不知这净元丹售价几何？每一枚净元丹作价3000两白银，1两黄金或是10两白银，能够兑换成1点本源之力。炼制1枚净元丹，花费30点本源之力，3000两白银能兑换300点本源之力，这10倍的差价，却也不是太夸张啊！3000两白银，这也太贵了吧！住口！你懂什么？岳不群是更懂丹药的。若是在原本的世界中，他自宫后可是没少用那什么油，自然知晓其中价值。行走江湖之时，若是身上有着1枚净元丹，就不需要担心被人下毒，这绝对是难得的宝物。作为陆地神仙的张三丰，更是闻出了此丹的不凡。没想到净元丹的价格却仅仅只是3000两白银。夏先生，这枚净元丹老道就买下了。交易后，张三丰当即就把净元丹喂给了张无忌。师公，我好像没事了。太好了，翠山若是泉下有知，也该安心了。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啊！多谢夏先生，武当必有后报。张真人不必如此，这只是一枚小小丹药而已。如此神奇的丹药，夏先生竟说只是小小一枚，莫非还有更神奇的丹药不成？夏先生，不知你这里的丹药可能治好一个瘫痪多年之人？张真人是为了于三峡罢。我有3品续骨丹，大宗师之下断骨再续；4品生机丹，大宗师之下只要还有一口气，定能重焕生机；5品涅槃丹，陆地神仙之下第一次服用，3天之内痊愈，同时还能一经法髓，实力大进。之后再服用涅槃丹，便只有治疗伤势的能力。听到此处，岳不群的眼睛都红了。如果能够一经法髓，必然能实力大进，想要振兴华山指日可待呀！夏先生，不知这5品丹药涅槃丹售价几何？我操！这么变态的虾仁你见过吗？穿越第一天竟然长出了一条尾巴，2只脚。更变态的是，他居然把自己的尾巴烤着吃了，还美其名曰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可是大补啊，可不能浪费了。不知道加到药材里炼成丹药会有什么功效？原来虾仁获得了诸天万界的炼丹师传承，直接奖励了1滴秦始皇的精血。虾仁用这滴精血炼制出了1枚丹药，吞服后身体却发生了变异，长出了龙角龙尾。这尼玛也太丑了吧！虾仁怕被别人嘲笑找不到小姐姐，直接一刀把龙尾剁了。没想到不一会儿又长了出来。我操！看着掉落一地的龙尾，扔了实在可惜。烤不完，根本烤不完。这尼玛，幸亏是龙尾，这要是龙鞭，还不得补的直接血崩了。夏先生，不知这5品涅槃丹售价几何？涅槃丹为5品丹药，作价40万两白银1枚。40万两白银，这未免也太贵了吧？夏先生，老道并没有携带足够的银子，可否使用其他东西替代？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可以。不知老道这一份手稿可够兑换涅槃丹？太极拳残卷，天阶上品武技，可兑换57000点本源之力。看着光幕之上的信息，虾仁的双眼之中闪过一抹诧异的神色。没有想到张三丰居然将太极拳拿了出来，虽然只是初稿残卷，价值已然不菲。天阶上品武技作价57万两白银，扣除涅槃丹的40万两，还剩17万两白银。不知张真人是要银票，还是继续选购其余的丹药？张三丰愣住了，他自然明白这份手稿的价值，却没有想到虾仁竟然如此之快便能确定，并且还如此仁义，没有私吞余下的价值。神州大陆的功法武技分为天地玄黄，黄级最弱，天级最强，每一等级又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4个等级。夏先生，这手稿虽然不错，却也只是初创而已。老道只需要1枚涅槃丹即可，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张真人，晚辈既然开门做生意，那就不能占人便宜。这手稿的价值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单格的规矩不能破。夏先生大义，既然如此，还得劳烦夏先生为老道介绍一番。在虾仁的忽悠下，最终张三丰再次拿出了8000两白银，才将包括涅槃丹在内的4枚丹药买下，共65万两白银。岳不群也拿出了自家的镇派之宝紫霞神功和全部身家，兑换了1枚4品培元丹，1枚5品破障丹，共23万白银。夏先生，不知你这里有没有那种丹药啊？哪种？就是那种，你懂的。这张真人在搞什么名堂？哎呀，
就是那种老头乐。啥是老头乐？你没听说过吗？我跟你说啊，这两人在嘀咕什么呢？张三丰跟虾仁解释了半天，虾仁终于知道了这个老头想要什么。张真人，您说的这种丹药在下还没有研制出来，等研制出来后，一定第一时间拿您老人家做实验。不，实验好了，一定第一时间给您服用，一展往日雄风。那老道就静候佳音了。告辞。不送，这老头有点意思。岳掌门还有何需求？支持定制哦。暂时不需要了。有了虾先生的丹药，岳某正要寻一处地方冲击天象大宗师境界。只是岳某有一事很好奇，不知当讲不当讲？咱俩关系有那么好了吗？不该问的别问，不当讲就别讲了。岳掌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这次一共可以兑换8万多本源之力，也要闭关冲击一下境界了。这个虾仁仪表堂堂，手段又是如此高明，怎么那身装扮着实令人捧腹？想来定是有何癖好，实在是好奇呀。爹爹，前边有一座客栈，我们去那里闭关吧。看着眼前的2枚丹药，岳不群眼中充满了坚定。只这2枚丹药已经是华山派的全部身家了，可谓是一场豪赌。华山派随时可能被嵩山左冷禅吞并，令他不得不破釜沉舟。大师兄，你说师傅能突破吗？不知道。劳德诺作为左冷禅安插在华山的卧底，此刻心中充满了烦躁。不行，必须要想个办法将这消息传回嵩山。老白，你说岳不群能突破吗？那培元丹定然可助他突破到指玄宗巅峰，但是想要再突破到天象大宗师，那破障丹只有2成成功的几率，不好说啊。师兄，你成功了。不错，现在的我已经成为了一尊天象大宗师，复兴我华山派指日可待呀。左冷禅，岳某来了。经过5天的苦修，虾仁也突破到了陆地神仙初期。陆地神仙之后还有很多境界，这里暂且不提。姓名虾仁，修为陆地神仙初期，丹道造诣6品炼丹师，本源之力17362点，声望1级13211。8万多的本源之力，仅几天的时间便只剩下这些了吗？这声望倒是提升了不少。看来在这栖霞镇附近，已经没人将我当作骗子了吧？刘正风的金盆洗手大会上，等那岳不群的实力曝光后，那我丹阁的名声必然会迎来一次暴涨。只要声望达到1万，我就能再次获得一个炼丹师的传承，真的好期待啊！下一位炼丹师会是谁呢？王爷，护龙山庄有秘宝送来。张三丰出现在栖霞镇，丹阁之中的丹药竟轻易化解了张无忌的寒毒，并且里边的丹药不仅能够提升宗师的境界，还能让人突破到大宗师。哦，这怎么可能？就连少林的大还丹也不敢这么说吧？密切关注岳不群，本王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知晓岳不群如今的境界。陛下，听说在那大明国的栖霞镇又有方士作乱了。据说炼制的丹药轻易驱逐了张无忌的寒毒，并且还有提升修为的丹药。派人密切监视，朕要第一时间知道最新消息。这个回龙教仙，咦，什么东西又弹的？把你的尾巴拿开，戳到我了！滚呀！你谁呀？有病吧？哼，你个没良心的，跟人家聊这么久了，还不知道人家是谁吗？你是我脑海内部那个人。可以这么理解。哦，那以后就简称你为内人吧。随便你吧，无所调位的。现在声望已经达到1万，满足晋级要求，提升到2级，随即获得1位炼丹师传承。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怎么突然增长这么多声望？3个时辰前，你在武当山的声望开始疯狂提升，直到刚才满足了晋级的要求。师尊，这涅槃丹真的能够让我恢复过来吗？三师伯，这丹药可神奇了，无忌一下子就好了，也一定能够治好你的，还是吧？好，无忌真乖。放心吧，代言，吃了它保准让你生龙活虎。于代言没有犹豫，一口气将丹药吞入腹中，刹那间，一抹耀眼的光芒将于代言彻底笼罩进去。
三师兄的气息。天象，这是天象大宗师境界。弟子于代言，叩谢师恩。老三啊，地板砸坏了，费用从你月俸里扣。师尊赎罪，瘫痪这么久，这突然好了，一下子没收住。好，代言痊愈，修为直接到了天象大宗师中期，实在是可喜之事。这里还有3枚丹药，远瞧你一起收好。师尊，这3枚丹药如何分配？一切由你决断。众弟子听令。栖霞镇的虾先生，我武当从今往后要群力交好，绝对不能得罪，简直如见本尊。谨遵师命。嘿嘿，武当山张真人那边是真给力啊！不知这次的炼丹师是哪位高人？这段时间，虾人每天都在疯狂的炼制丹药。如今炼制6品丹药的手法已经无比熟练，现在急需大量的本源之力与声望来提升修为。应该快了吧？只要刘正风的金盆洗手大会结束，相信很快就会有大批武者前来。喂，别发呆了，快来融合传承！本内人一会儿还要去钓鱼呢。后院池子里的那条鲲，本内人就不信钓不上来。哦，来了！真是没想到，居然能够得到药尘尊者的传承。不过其他世界的功法传承，我如何能够使用呢？有本内人在，这些都是基操。由于诸天万界的规则不同，本内人已经自动将其他世界的规则转换为这神州大陆的规则，你可以放心修炼。哦，原来如此。这药尘尊者的焚诀可是相当炸裂，前世我可是看过小说的，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异火这样的存在，要是有那可就太酷了。哎，可惜依旧没有化形丹的配方啊。喂，你的尾巴着火了。啊！水，给我水！快，这里。这里边是什么？是上次吃火锅剩的一点液体。我尼玛！够了吧，都熟了。拿刀就算了，你拿叉子是几个意思？本源之力没了，声望也兑换完了，什么时候才能兑换到化形丹啊？刘正风咋还不金盆洗手？承蒙诸位赏脸，来参加刘某的金盆洗手大会。今日之后，刘某便彻底退出江湖。左冷禅，你贵为5岳盟主，如此这般，却是为何？哼！刘正风，江湖传言你与日月魔教的曲阳乃是至交好友，可有此事？不错，我与曲兄一见如故，却也仅仅只是交流音律而已。糊涂啊！居然与魔教的人相交。作为衡山派的长老，却与魔教之人勾结。罢了，只要你去杀了曲阳，那本座就既往不咎，如何？左冷禅早就想吞并其余4个宗门，壮大嵩山派的实力，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直到发现刘正风与曲阳的事情，便立马有了计划。他要借斩杀刘正风立威，还请盟主见谅，这件事刘某做不到。这可由不得你。来人，将刘正风的家眷带上来。夫人，庆儿。左冷禅，你想干什么？如果你选择拒绝，那就让你的家人与你一同上路吧。你祸不及家人，有什么事情直接冲我来，放开我的家人。只要你去杀了曲阳，本座自然会放了他们。休想！我刘正风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出杀害好友的事情。那就休怪本座无情了。动手！不要。是谁？不用找了，岳某这不是出来了吗？岳掌门是不满本座的决定吗？左盟主想要迫害刘正风的家人，我华山没办法坐视不管。此事一旦传出，江湖又该如何看待我5岳剑盟？不错，祸不及家人，这是江湖规矩。我5岳剑盟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师太说的不错。刚刚还不敢说话的众人，此时纷纷开口，只是怕让人看扁了自己的宗门。其余小门小派却是不敢作声，一副漠不关己的神态。岳掌门是不打算听从我这个盟主的吩咐了。哎，如果左盟主想要一意孤行，那就休怪岳某得罪了。好，本座倒要看看你要如何得罪本座。去你丫的！
左盟主刘正风犯下大错，自然应该接受惩罚。但刘正风的家人无辜，却不能任由左盟主杀害。左盟主意下如何？这岳不群什么时候实力这么强了？看来需要从长计议了。哼，告辞。刘某谢过岳掌门。诸位道友，刘某落得如此下场，怨不得别人，只恨天道不公，今日便以死谢罪。多谢诸位放过刘某的家人。刘正风死了，直接震断了全身经脉，当场毙命。多谢岳掌门仗义出手。嫂夫人不必客气。岳不群正在与刘夫人攀谈，这边众多江湖人士不淡定了。这岳不群越于之前还是只玄宗后期，如今竟到了天象大宗师的境界，当真奇怪。众人将目光投向了华山派的众弟子。这几天大家都会留下给刘正风办丧事，这期间肯定能套出点有用的信息出来。而令狐冲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在2个尼姑3个小伙的轮番夹击之下，喝得酩酊大醉，说出了修为暴涨的真相。一时间，江湖涌动。大师兄，休息一下吧，接连几天赶路，人疲马乏的。好，就地休整一下。眼前这帮人正是准备再次去购买丹药的武当派众人。自从见识到丹药的神奇之后，决定再次去购买一些。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师傅，岳不群修为提升的秘密被公开了，如今有不少武者正赶往栖霞镇。继续赶路，3天之内，我们必须要进入栖霞镇。老白，今天是怎么了？来了这么多武者？肯定是丹药的消息曝光了，看吧，往后来的人肯定更多。小二，快给大爷上酒！来了来了！小二，给我上些酒菜。他奶奶的，磨蹭什么呢？还不快上酒！小二，小二，小二！不行，得赶快通知我爹。武当派送远桥，求见虾先生。终于来了。虾先生，此番前来却是想要再购置一些丹药，叨扰虾先生了。宋大侠客气了。不知需要购置什么丹药？宋远桥正要说话，忽然又有人登门。陆小凤，花满楼西门吹雪，求见夏先生。在知道丹药的信息之后，陆小凤直接找上花满楼，准备来栖霞镇逛逛。为了花满楼的眼睛，他可是没少费心思。半路上又碰到了慕名而来的西门吹雪。嘿，宋大侠，莫大侠，这么巧啊，我们又见面了。是呀，武当山一别，已是半年有余。宋大侠与莫大侠来此，想必也是为了求购丹药。既然如此，那就由宋大侠先请。也好，虾先生，还请为我武当准备6枚纯阳丹，20枚增元丹，20枚培元丹，100枚和气丹。宋远桥一口气爆出了600多枚的数量，着实把众人惊到了。这么多，武当这是要点什么？纯阳丹5品丹药52两1枚，增元丹4品丹药452两1枚，如今还剩下17枚，培元丹4品丹药5万两1枚，和气丹3品丹药8两1枚，如今只剩下73枚。所有的丹药加在一起，一共需要1642万8200白银。宋大侠，你确定吗？当然确认。打开箱子。我操，差点两下我的血轮眼。武当不愧是江湖中顶尖的势力，这么多白银连我花家也需要准备一段时间。好了，你需要的丹药齐了。多谢虾先生。那你们呢？需要什么类型的丹药？虾先生，不知道有没有丹药能让我变得更帅？好几次遇到家人都不带正眼看我了。变帅的丹药吗？有，还真有啊！我就是活跃一下气氛，没想到还真有。5品血颜丹能让容貌尽毁之人恢复成原本的模样，容颜完好之人亦可服用，作价15万两白银。小柱颜丹4品丹药能让容貌30年不变，作价7万两白银。嘿嘿，这可是好东西啊！有了这种丹药，泡妞成功几率直接飙升啊！虾先生，血颜丹跟小柱颜丹我都买1枚，我各要3枚。虾先生，不知您炼制的丹药可能让我重获光明？
可以，其一为升级丹，4品丹药，不过都被宋大侠给买走了。如果你着急的话，可以直接去与宋大侠商议。花满楼愣住了，没想到是被宋大侠包圆了的升级丹，正要摸索着去找宋远桥。虾先生，不如说说其他的办法。想来升级丹不是唯一能治愈花满楼的丹药吧？其二为5品涅槃丹，不仅能治好陆地神仙之下的武者，第一次服用还能一经法髓，实力大进。如今正好还剩下1枚。花满楼清楚地记得，宋远桥一开始想要购买10枚涅槃丹，虾人当时回答只剩7枚，而宋远桥最后却只购买了6枚。显然最后1枚是宋远桥特意为他留下的。宋大侠的好意，花满楼记下了。花少侠客气了。花少侠，你是直接购买涅槃丹，还是听听最后一种办法？竟然还有别的方法，虾先生，我想知道最后的办法。6品造化丹能提升武者的根骨悟性，还能将武者的身体直接恢复到完美的状态。最重要的是，6品造化丹没有限制，陆地神仙也能服用。6品丹药，虾先生，您炼制出了6品丹药，不错。这段时间我的确炼制了一些。虾先生，不知这6品造化丹作价几何？每一枚240万两白银。真不愧是6品丹药，这昂贵的价格还真是让人惊讶。虾先生，请给我1枚造化丹。花满楼虽然惊讶，但是以他们花家的财力，根本不需要为金钱发愁。嘿，老花就在这里服下吧，等你眼睛好了之后，我带你去看这个世界最美好的画面。那么你呢，西门吹雪，你有什么想要的丹药？夏先生，自8年前开始，纵使我如何感悟剑道，亦毫无寸进，不知可有能解决我目前困境的丹药？内人，你知道他这是怎么回事吗？西门吹雪的问题与神州大陆的武道体系有关。在与内人一番沟通之后，虾人知晓了其中原委。夏先生，可是看出了什么问题？很多人不知，陆地神仙并非武道的终点，之上还有着一个境界存在——天人合一境。一共分为9重，也被称作天人9重天。想要踏入天人合一境，最重要的便是参悟天地规则。而想要参悟天地规则，最基本的条件便是达到陆地神仙境。西门吹雪，你天生剑骨，是剑道上的绝世天才，你的剑道造诣已经初步接触到了天地规则，这是连我也十分羡慕的。毕竟我达到陆地神仙好几天了，也未曾接触到规则之力。你是天象大宗师巅峰，终究不是陆地神仙，所以才会停滞不前。而当今世界最强者张真人，修为早就达到了陆地神仙巅峰，对于天地规则的领悟也达到了很深的程度。要不了多久，张真人必然能够打破瓶颈，踏入天人合一境界。天人9重天，规则之力，虾先生是陆地神仙境，师尊是陆地神仙巅峰，要不了多久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等等，我这头有点大，让我消化消化。随着虾人的话音落下，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露出一抹震撼的神色。多谢虾先生解惑。此乃6品龙涎丹，可助你在冲击陆地神仙境界时增加3成成功的几率。虾先生，这龙涎丹售价几何？500万两。一旁的陆小凤也沉默了。他虽然很想帮助西门吹雪，奈何自己却也是无能为力的。就把我身上的零部件卖了也做不够啊！搞错了，再来。这500万两，花某为西门兄付了。哎，老花，你醒了。多谢虾先生，日后有用的找花某的，定当在所不辞。花少侠客气了，只是一场交易而已，不必如此。西门吹雪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并不喜欢欠别人人情。别多想了，你以后找个机会把银子还给老花就行了。谢谢。这可真是少见啊！西门，你还会主动道谢啊？虾先生，不知您的手中是否还有龙涎丹？没了，炼制龙涎丹的材料比较稀少，所以只炼制了1枚。想要的话，只能再等待一段时间了。那就拜托虾先生了。总算是结束了。内人，今天的收获怎么样？一共获得244万8800点本源之力。嘿嘿，这下是真的发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应该不会为本源之力发愁了，便先关门冲击一下境界吧。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有本内人在，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只要给本内人赚取足够多的本源之力，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我怎么感觉自己成黑奴了？奇怪，天也没黑，丹阁怎么就关门了？喂，老头，你是本地人吗？这丹阁怎么关门了？诸位大侠，
武当派的宋大侠买走了几百枚丹药，离开之后，虾先生就直接关门了。什么？买了几百枚丹药？可恶，武当也太霸道了吧！居然买了这么多丹药！不行，不能这么便宜了武当派，他们居然把丹阁的丹药买光了。我们将这件事宣扬出去，让江湖人去评判。一个尖嘴猴腮的男子曾与一个武当弟子产生冲突，从此就记恨上了武当，所以不介意用这件事去抹黑武当一波。不错，传出去，让江湖中人看清楚武当是多么霸道的宗门。贫道张三丰今日取汝等狗命，太极七星剑。救命啊！张三丰杀人了！阿弥陀佛，张施主，我们只是来讨个说法，为何将丹药全部买光，致使丹阁关门？你竟如此大开杀戒，未免太霸道了些。好你个老秃驴，那丹阁之中所余丹药甚多，关门想必另有原委。尔等不去求证，反而来我武当闹事，莫非看不出此事是被有心之人利用不成？张真人，江湖之人亲眼所见，且早已证实，武当要作何解释？灭绝老尼，半年之前我不仁慈，致使汝等逼死我爱徒翠山，今日又来胡闹，真当我张三丰是泥捏的不成？既然来了，那就都留下吧。张施主手下留情。太好了，弘治神风来了，这下有救了。弘治秃驴，你也来送死吗？阿弥陀佛，得饶人处且饶人。今日他们已经受到了教训，还请就此罢手吧。老秃驴，他们逼死我徒儿之时，你怎么不阻止？今日倒是来假慈悲，你若再阻我，定斩不饶。阿弥陀佛，张施主请。装神弄鬼。4两拨千斤，快跑快跑！趁张三丰被拖住，赶紧跑！素心，我又来看你了。栖霞镇出现了一个丹阁，据说所售丹药十分强大，想来能够让你苏醒过来。只是还需要再试探一番，我要把这水饺的再回一些，让更多的人去试药，在不能保证没有副作用的前提下，贸然给你服用。月华洒下，起舞落成霜。再等等，再等等，你一定可以醒过来的。这位野心勃勃的大明皇叔面对自己的挚爱满脸柔情，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是有些不择手段的，不管是为了爱人还是地位。太师叔怎么会这样？弘治神僧死了，被张三丰震断全身经脉而亡。灭绝师太的倚天剑也丢在了武当，这一次怕是再没人敢去捋武当的胡须了。有趣，这可太有趣了！张真人大开杀戒，皇叔，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陛下，栖霞镇出现了一位真正的炼丹师。宋远桥购买了大量的丹药之后，丹阁便关门了，所以江湖中人认为是宋远桥将丹药买光了，因此他们想让武当派给出一个交代。简直是胡闹！他们不知道去敲门吗？直接去找武当的麻烦，都是傻子吗？现在好了，这么多人死在武当山，陆地神仙都死了一位。陛下，您有所不知，真正的炼丹师在江湖中的地位很高，更何况虾人还是一尊陆地神仙。一旦惹怒了虾人，只要拿出一些丹药悬赏，自然会有大量的武者去帮他解决得罪他的人。那又怎么样？不过是一个江湖中人罢了。按照曹都主这么说，岂不是连朕也惹不起对方？陛下息怒，那虾人只是江湖泥腿子，就算给虾人10个胆子，他也不敢冒犯陛下啊！你朱厚照算什么东西？不过就是一个废物罢了。如果你真的得罪了虾人，
只怕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陛下，曹都主所言不差。陛下身为大明皇朝之主，乃是大明的主宰，下人不过是一个江湖草莽，自然不敢冒犯陛下。臣有一个想法，希望陛下可以考虑一番。皇叔请讲。臣请陛下下旨，宣虾人入朝为官，成为朝廷的御用炼丹师。如果任由这些丹药流入江湖，用不了多久，江湖武者的实力就会变得极为强大，这不利于朝廷管理。大明若是有了那些丹药，必然能够成为神州大陆的最强皇朝。皇叔，这个提议就不需要再说了。虾人不过只是一个江湖中人罢了，就算他炼制的丹药再神奇，也不过是些小把戏而已。至于他陆地神仙的修为，皇叔，你不就是陆地神仙吗？最重要的是，你还是我皇室的陆地神仙。既然如此，又何必将虾人放在眼里？朕罚了，都退下吧。臣告退。奴才告退。这朱厚照是真傻还是假傻？居然没有上当，今天怎么会如此强势？出来吧。参见陛下，此人正是郭芙蓉的父亲，也是六扇门的总捕头郭巨侠。朕这个皇叔当真是居心叵测啊！郭爱卿，去栖霞镇走上一趟吧。朕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在丹阁之中购买一批提升实力的丹药，等级越高越好。或许用不了多久，朕就要用到它们了。此刻的朱厚照脸色无比的平静，与先前有着天壤之别。姑奶奶，我不干了，这是客栈吗？哪有客栈这么忙的？掌柜的，我们招点人吧，客栈的生意这么好，只靠我们忙不过来啊。我倒是想扩建客栈，但是扩建客栈要钱啊，这钱谁来给？你给，你给，还是你给？掌柜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看吧，栖霞镇很快就会成为大明的中心，肯定有人来栖霞镇开客栈、开酒楼。如果我们不扩建，拿什么去竞争？老白说的对，扩建必须要扩建。此时的丹阁之外，同样汇聚了大量的武者，有的已经在此等了好多天，他们或躺或卧，有的在席地而坐吃着东西，有仇怨的则在小声对骂，却没人敢动手，生怕太大声吵到了丹阁之主，购买不到丹药。突然，一股恐怖的威压将众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一块石碑自地下不断的生长出来。快看，那是什么东西？神奇啊！地上怎么长出来一块石碑？此乃丹阁石碑，本座已将所有丹药信息铭刻其上，后续也会不断加入新的丹药。自明日开始，丹阁再次开放。太好了，终于可以购买丹药了。姓名：虾人，修为天人一重天，丹道造诣7品炼丹师，本源之力13650点，声望2级，10万分之10万。终于达到天人合一境界，本源之力又所剩无几了。声望竟然也满了，下一位炼丹师传承又会是谁呢？片刻过后，虾人的脸色难看的能滴出水来，只因这次兑换来的炼丹师水平不咋地，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如何能高兴起来？开始吧，你们谁要买丹药？看着脸色铁青的虾人，一时间喧闹的众人直接愣住了，谁也不敢第一个上前，生怕得罪了对方。福威镖局林平之要购买丹药，求虾先生成全。你个大色龙，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昨晚获得传承时一时激动，没收住。哼！福威镖局林平之，请虾先生成全。只要付得起代价，谁都可以购买丹药，不需要本座成全。林平之，你要拿什么来支付呢？这是我林家的辟邪剑谱，请虾先生过目。什么？竟然是辟邪剑谱？那个据说能快速变强的功法。辟邪剑谱，天阶下品功法，可兑换47000点本源之力。天阶下品，价值47万两白银。这怎会如此廉价？你们要明白，对于功法武技，本座只是回收一下而已，你们完全可以提前做个备份，对于你们而言是没有任何损失的。虾先生说的不错，就算把我们的秘籍交出去，以虾先生的眼界修为，只怕也不会看上吧。虾先生，是林平之不知好歹了，请虾先生莫怪。无妨，你要购买什么丹药？虾先生，林平之身负血海深仇，还请虾先生指点，应该购买什么丹药？林平之早已将石碑上的丹药信息抄录了一遍，且思考了一晚上要购买何种丹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视若珍宝的辟邪剑谱居然只能兑换47万两白银，这让他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作为今天的第一个客人，本座就跟你说两句，
47万两白银能购买的丹药虽然不少，但你资质平庸，也仅仅能突破到只玄宗境界，对战于沧海胜算不大。纵使修炼辟邪剑谱能快速提升修为，最多3年时间你便能成为天象大宗师，但由于是残缺功法，之后基本难以寸进。于沧海现在就是只玄后期，这3年说不得也还会有所突破，到时你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而且修炼辟邪剑谱的弊端，想必你也是十分清楚的。所以照现在的情况看，你报仇无望。怎么会这样？我福威镖局的血海深仇难以得报了吗？林平之正在绝望之际，虾人的声音再次传来。林平之，本座看你心性纯良，给你一个机会，我想与你玩个游戏，若是成功，可助你大仇得报，不知你可敢应允？只要能让我手刃仇人，要林平之做什么都行。本座新研制出来一种丹药，乃是7品噬生丹。顾名思义，吞下之后会吞噬你的生命，只剩3年寿命，但是会极大的开发你的潜能，突破到何种境界，全看自己潜力。你可敢一试？夏先生竟然炼制出了7品丹药，他林平之何德何能有这次机缘？你被屠满门，背负血海深仇来此求药，说不定也能有这种施妖的机会。那还是算了。在众人起哄吵闹声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林平之做出了决定。林平之愿意接受这个游戏。很好，若你能使本座满意，本座不介意再给你一次机缘，为你逆天续命。什么？夏先生竟然能增加寿元，这消息太震撼，得尽快传回去。最近的栖霞镇可谓是汇聚了诸多的眼线，观察着丹阁的一举一动。在听到有能增加寿元的丹药之后，都坐不住了，纷纷取出传信之法，向背后的势力报信。可以想象，接下来的江湖必会更加风起云涌。该死，林平之该死，这个虾人也该死，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得赶紧躲起来。师傅，您不是去买丹药了吗？怎么回来了？为师突然收到一封密信，需要去处理一下，你等且在此处休整，为师很快便回。恭送师傅。快看，林平之突破到至玄宗了，从后天道至玄，仅仅几个吐纳的时间，现在倒是玄宗巅峰了。行了，突破到天象了。这林平之资质平平，没想到潜力竟然如此之大。看来还是有些潜力的，不知能到何种程度。夏先生当真神人，这7品丹药太强了。片刻过后，林平之的修为停在了天象大宗师巅峰。此刻的众人已经惊得合不拢嘴了。还不错，比我想的竟还要强一点。林平之叩谢夏先生大恩。林平之，你可愿成为丹阁的员工？什么？夏先生要招收员工？可他林平之何德何能？为什么那个被灭门的不是我？怎么你不愿意？愿意。从此刻开始，林平之这条命便是先生的了。去为你的父母报仇吧。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功法辅助，但是以你现在的境界，若是敌不过于沧海，便没必要回来了。丹阁不需要废物。林平之走了，余下众人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又有许多人购买了一些丹药。夏先生，我要购买1枚聚气丹、1枚增元丹、1枚培元丹。夏先生，我要1枚涅槃丹。林少侠饶命，我们真不知道师傅去哪儿了。不说是吧？那我再去问问别人。别杀我！我说师傅往北边走了。多谢。店家，给我身后那位客人来1碗酒，我请客。不劳阁下了，我这就启程了。杜莽，吃了这碗酒，好送你上路。你，林平之，你突破到天象大宗师了。于沧海，拿命来！别聊，哼，孩儿给你们报仇了，你们可以安息了。此人好眼熟，这不是林平之吗？他就是林平之啊，真是撞了大运的家伙。哼，3年已过，谁还会记得他林平之？你莫不是傻了吧？夏先生可是会炼制清明寿丹的。不会吧？那样的宝物，夏先生怎么会给林平之？林平之参见夏先生。自今日之后，便称呼我为阁主。本座先把所有丹药的信息给你，自明日开始便开始工作吧。闲暇之时可修习这套功法。这竟然是超越天阶的功法，多谢阁主。我怎么听不到丹阁里的声音了？别想了，定然是夏先生的手段，这就是天地规则之力吧？
师傅，栖霞镇又传来消息，虾先生拿出了7品丹药，其中竟有能助陆地神仙感悟天道的丹药，只是数量还不多，价格会在下个月公布。元乔，你即刻动身前往栖霞镇，务必替为师求得此药。弟子空文求见太师叔。空文，你又来做神？太师叔，丹阁有7品丹药的消息曝光出来了，有能助力感悟天道的丹药，武当派已经动身了。弟子来请示，我少林是否也需要动身？你说什么？感悟天道的丹药？空文，你即刻动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将此种丹药带回来。若完成此任务，你害死弘志师兄的事情可以就此结果，不然定要你好看。是太师叔。义父，丹阁我们到了。这个虾人到底有多变态？不仅长了龙角龙尾，还差点把系统的肚子搞大。我愿称他为全网第一变态虾。哼，下次早点出来。我知道了。今天是第一次售卖7品丹药的日子，丹阁之外早已汇聚了大量的武者。虾人还在与内人探讨神州大陆的过去与未来。阁主，所有丹药已经准备妥当，何时开门迎客？此事由你全权负责，若非要紧之事，切勿打搅本座。是，阁主。终于等到今天了，不知这7品丹药作价几何呢？真想买一枚尝尝鲜。你以为是菜市场的大白菜啊？还尝尝鲜？别想了，肯定不是我等能买得起的。快看，那是武当派！我去，这阵容太夸张了吧！武当又下拳来了。啊，那是少林的3度，没想到少林把他们3位派出来了。这下可热闹了。7品丹药的魅力就是大，黄肠老贼，你可害苦老叫花子了。郡主，王爷叮嘱，切不可暴露行踪。武当6侠现在的实力不在我们之下，若被他们发现，定会不依不饶。哎呀，放心吧，大师傅，本郡主可是机灵着呢。不过，若是买下7品丹药，你们能否带我安全离开？郡主放心，有我兄弟2人加上古大师，我们定可安全离开。那个小孩就是张无忌吧？看来是真好了。大师傅，你们的玄冥神掌以后怕是没啥作用喽。快看，丹阁开门了！诸位，此次交易由我林平之全权负责，有任何需求皆可告知于我。林少侠，敢问这7品丹药价格几何？今日有多少7品丹药售卖呢？诸位稍安，阁主有事需要林某传达。第一，1个月之后，阁主会开门收徒，设下考验，筛选有炼丹天赋之人，天赋上乘者可拜入阁主门下成为入室弟子，学习炼丹之术；天赋下乘者可成为记名弟子，只能学习一些基础炼丹之法，且可随时离开。而一旦成为入室弟子，便永远只能是丹阁之人。第二，2个月后，丹阁会举行一场拍卖会，出售一些稀有且功能强大的丹药。8品丹药至少会有3枚，本次会出售7品丹药种类13枚，一共130枚。我操，这3条消息一条比一条真憨。敢问林少侠，招收弟子有年龄限制吗？并无年龄限制，只要被检测到有炼丹天赋，不论年龄多大，皆可来学习。这可是一则重磅消息，得赶紧传回去。阿弥陀佛，贫僧3人怕是多余来此了。看样子我们都被虾先生骗了，7品丹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稀少。你错了，这1个月虾先生一直在炼制，所以7品丹药才会有一些。林少侠，快给我们介绍下这次都有哪些丹药，价格又是怎样的呢？原来是扶苏公子，本次出售的一共13枚，价格从3000万白银到上亿2不等。丹药信息马上会在丹碑上显现，诸位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报给林某。众人都在查看碑文之时，扶苏早已想好了要购买何种丹药。此次秦皇给的任务就是购买能增加寿元的丹药。林少侠，我想购买1枚清明寿丹，1枚清灵百草丹。扶苏公子，2枚丹药共需1亿1000万白银。待扶苏开头之后，陆续有人选好了想要的丹药。阿弥陀佛，林少侠，我少林要购买2枚万象丹，2枚小悟道丹，2枚真意丹。我操，少林真是太有钱了，果然是底蕴深厚。切，你也不看看那是什么单位？空门方丈，6枚丹药一共需要3亿4000万白银。
还真是小看了这神州大陆，很多势力的底蕴还是非常深厚的。喂，你要知道，神州大陆纵然是一方小千世界，其底蕴也是不容忽视。只不过现在的世界天地规则不太完善，很难孕育出极其强大的武者，因此整体还处于小千世界的水平。只有不断产生出强大的武者，整个世界的底蕴才会提升。但是由于规则之力不完整，又很难孕育出来，所以就很矛盾，一直处于停止的状态。那如果我能造就出大批实力强大的武者呢？如此的话，整体世界之力定然能够提升，底蕴也会提升，孕育资源的速度也会加快。其实就是有钱的会越有钱。既然如此，那我何不将丹药免费赠予众人？如此岂不是更能加快世界进化的进程？你是个傻子吧？没有收入来兑换本源之力，你拿什么去种植药草？拿什么去炼丹呢？说的也是。所以丹药的价格不能定得太高，也不能太低，需要维持目前状态的稳定，同时又需要逐步提高世界之力。了解了。看来之前的计划还是要继续完善下去，提升整个神州大陆的世界之力，晋级成大千世界。阁主，这3天一共售卖了87枚7品丹药，很多势力还处于观望的状态。竟然只出售了这么点，看来是需要给这个世界再添一把柴了。林平之，你散布出去消息，就说2个月之后出售的丹药有能助力陆地神仙直接突破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丹药，第一个竞拍成功的，本座会赠送一个神秘物品。是，阁主。素心，我买回来了小返魂丹，还有1枚精灵百草丹，你很快就会醒过来了。朱无事从栖霞镇赶回来后，便直接进入了密室，让素心苏醒的愿望，甚至还在皇位之上，江山与美人他都想要。但是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的话，那冰关中的家人定是他最终的选择。素心，你醒了。你是？素心，我是宝宝啊，你不认识我了吗？宝宝？我什么时候有宝宝了？我的宝宝这么老吗？看着2眼空洞的素心，朱无事从一开始的狂喜到现在的极悲，内心是凄凉的。素心竟然失忆了，定是多年沉眠的缘故。不知丹阁是否有治疗失忆的丹药？有机会定要去询问一番。弟子空文求见2位太师叔。空文，可否购买到了丹药？有没有阻止武当购买丹药？太师叔赎罪，辜负了太师叔所托。一群废物，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空空师弟，先让空文把话说完。太师叔，丹阁此次出售的丹药数量众多，足13个种类，有130枚之多，价格奇高，很多势力根本无法购买，所以根本不用去争抢。如果故意去阻止武当购买丹药，必定会惹怒张三丰，到时候我少林恐怕无法承受张三丰的怒火。怎么可能？竟然如此之多！那霞先生当真如此恐怖？罢了，这次的事情不怪你，把丹药留下，你们可以离开了。太师叔，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丹阁2个月后要举行珍奇丹药的拍卖会，据说还有能助力陆地神仙直接突破到天人合一境界的珍稀丹药。什么？喂，你快来看看这次能获得哪位炼丹师传承。我来了。你轻点，这个要这么弄。本次7品丹药的交易会，直接将虾人的声望推到了第3级满级。那人立即为虾人开启了第4次炼丹师传承。此刻的外界，因为虾人要收徒，还有要开拍卖会的消息，已经炸开了锅。大师伯，无忌想参加下个月的考验。无忌啊，林少侠说成为内门弟子之后，就只能是丹阁的人了，所以此事还需跟你太师傅商议。大师傅，你拿着丹药回去吧，跟我父王说一声，本郡主要做虾人的弟子，要成为最厉害的炼丹师。郡主，您还是跟我们回去吧，此事需要当面跟王爷还有陛下请示，毕竟这可不是小事儿。再说下个月才开始呢，一来一回虽然时间有点紧，但是够用了。那好吧，不管怎样，本郡主一定要来，他们要是不同意，本郡主就偷偷来。终于结束了，整整6个时辰啊！以后的兑换，莫非一次比一次时间长？哼，你个大色龙，知足吧！本内人可是把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了。不过这6个时辰是真值啊，竟然是太上老君的传承。他不仅是一位炼丹宗师，更是掌握着炼气阵法的手段。贼老天，你特么总算给老子慷慨了一回，正愁徒弟们的炼丹炉去哪儿弄呢？
不过那人我炼丹是用本源之力，那我收徒之后，他们用什么炼丹呢？他们需要的药材从何而来呢？你个大傻帽！神州大陆本来就有诸多天才地宝啊，只不过现在的神州大陆还没有开化到一定的程度，人们都还不知道，更不知如何炼化。其实很多不起眼的东西都可以入药，你所得传承中的丹方记载的诸多药草，这个世界都有的。一些人迹罕至之处更是有着上年份的药草，而且你可以用本源之力兑换药草的种子，开辟一处地方种植。等学会了聚灵法阵，更是可以布置聚灵阵来辅助药草快速生长，所以不用担心的。原来如此，还真有点当局者迷的感觉。学徒炼制丹药也不需要用到真火，你传给他们的那本秘籍，他们修习之后，用自身的真气去催动即可。炼丹最主要的就是天赋与炼丹之法。看来老天也没将我的路堵死嘛，提升世界之力的进度还是能够再次加快的。是时候去找点炼器的材料了。林平之，本座要离开几天，丹阁就交给你了。是，阁主。七师弟，师傅还没出关吗？大师兄，师傅服下的万象丹跟小悟道丹，一共能提高感悟天道之力10天的时间，这都半月有余了，还不见出关的迹象，那丹药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突然，一股恐怖的威压将整个武当山笼罩，众弟子都被压得无法动弹。与此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一处洞穴之中，一座冰山忽然倒塌，一股骇人的气息弥漫开来。中州主人太天然的地方，这个世界越来越有意思了。再继续下去。刚刚是有人突破到天人合一了吧？这动静还真不小啊！我突破时怎么都是不声不响的呢？想炫耀一把都没机会。别闹了，要不是本内人罩着，你上哪突破去？再说了，猥琐发育，闷声发大才不好嘛。你的出现本身就是个意外，不能把你当正常人看待，在你身上一切都是合理的。而原本世界的人，则需要遵守这个世界的规则，突破的时候肯定会有异象显化。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人辈？一直问你也不说，我的出现是意外还是有意安排？还有这条碍事的尾巴又特喵的是怎么回事？这个我确实不知道的，也许需要你自己去探索的，又或许等神州大陆升级成为大千世界之后，一切谜底都将会解开。哎，不管了，还是先猥琐发育吧。皇叔，如今栖霞镇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各国势力都安插了眼线，栖霞镇又偏偏处于我大明境内，这让朕十分不安啊！皇上，只要那丹阁一日在栖霞镇，各国势力就会源源不断的前来，对我大明的安全确实有不小的冲击。臣有一提议，不如将栖霞镇送给虾先生，如此一来，既能获得虾先生的好感，又会减少其他国家的觊觎，尤其是那大秦，他们虎视天下久矣，虽地处偏远，却已有大国之势，我们得提前准备啊。朱氏虽然觊觎皇位久矣，但是面对国难，他还是分得清的。皇叔所言不错，曹正纯拟旨。大人，有个老太监模样的人进栖霞镇了。老邢，你怎么总是一副冒冒失失的模样？一个老太监而已，有什么大惊？你说什么？老太监？圣旨到，娄知县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今日起，将栖霞镇连同方圆100里赠于丹阁之主虾先生，一切调度任免皆由虾先生定夺。汝等俸禄，朝廷照旧发放。钦岑。下官接旨。娄知县，自此之后，你便听命于丹阁了，俸禄还是朝廷出，其中道理，想必你应该明白吧？曹都主，下官明白，下官明白。大人，我们这是高升了还是被放弃了？希望是好事吧。那曹都主往丹阁而去了，我还是晚些再去丹阁向虾先生报道吧。不知道虾先生愿不愿意接收呢？岂有此理！武安君此次扶苏被行刺，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胆敢在我大秦境内行刺，若非有蒙将军拖住对方，武安君得以及时赶到，只怕扶苏就被杀了，丹药也会被抢走。陛下放心，臣已经安排下去了，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陛下，栖霞镇的眼线有消息传来，大明将栖霞镇方圆100里都敬重给了那虾先生。如今栖霞镇虽处于明朝境内，却不属于任何一方势力。那明朝的皇帝不足为虑，只不过那铁蛋神侯倒是颇有几分本事，把栖霞镇送出去，定是此人的主意。如今怕是借助丹药早已踏入陆地神仙巅峰，甚至天人合一境界了吧？
想要一统天下，此人定是一大障碍。武安君，此次便由武安君带着亥儿去走一趟吧。若是亥儿能成为虾人的弟子，也是不错的。以武安君的实力，若是购得丹药，定可安然带回我大秦。哟，小传，伤势怎么样了？膏药，你还知道来看我啊？他哪来的？要不是武安君，我就交代了。以你的身手，竟也差点被杀。那治杀之人口含剧毒，知道不敌武安君，竟然服毒自尽了。不知道那幕后究竟是什么人，竟能让至少是陆地神仙中期的高手卖命。小传，你见了那家先生没有？他的丹药如此神奇，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咱们能回去的方法？他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一直没有露面。膏药，我们是穿越者，这事儿还是先别声张了。万一被哪个隐藏的高手抓起来研究，我可救不了你啊！这个世界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哎，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你好好休息吧，我赶紧回去了。接着，这是什么？6品涅槃丹，这可是我全部的身家了。你快试试，说不定你那俩玩意儿能长出来呢。易小川，你让我又能拥有爱啊！喂，你都天人合一4重了，也怕蜘蛛？这跟修为无关，这是属于灵魂深处的忌惮。这个世界正在慢慢崛起，以后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小伙子，你要学会适应啊！本座有好生之德，不愿妄造杀孽，要不然抬手可灭。卧槽，这里是什么地方？应该是这片大山的核心区域了。本内人猜的没错，世界之力正在增强，这里果然孕育出了资源。看样子应该是玄铁矿。真没想到，在这片落霞山内部，竟有着这么一座晶玄铁矿，还真是难以发现啊！这下炼器的主要材料就解决了。你赶紧先炼制一枚空间法宝，把这些装回去。正好先锻炼一下手法。该回去炼制丹炉跟8品丹药了。等炼器熟练之后，倒是可以找一些弟子学习炼器之法，这样神州大陆将会更加完善。楼县令，阁主外出了，3日之后便是考核之日，届时阁主定会赶回的。自大明朝廷传旨已经过去10多天了，楼知县每天都会来一趟，虾仁每次都是不在。正当楼知县无奈之际，虾仁的声音悠悠传来：“大明的好意，本座收下了。”参见叶先生。楼知县，这栖霞镇本座就收下了，你2人即刻回去，挑选100名精壮之人，有无修为都可。本座要打造一支执法队，维护栖霞镇的日常秩序。是，阁主。林平之，这枚7品白玉赤阳丹你服下吧，修为便会踏入到陆地神仙境界，寿元问题就不需要担心了。3日之后的考核由你监督，届时本座再与你细说具体事宜。多谢阁主，大恩无以为报。林平之肝脑涂地，下去炼化吧。本座召集你们的目的，想必已经知晓了吧？不管你来自何处，一旦成为执法队成员，均不得徇私，做不到这一点，便自行离去。很好，既然都答应，日后若是被我知晓有犯者，休怪本座无情。接下来都站好，接受本座赐予你们的造化吧。道道玄妙之力倾泻而下，众人沐浴其中，修为肉眼可见的增长，最终都停在了天象大宗师境界。有几个天赋好的，修为更是到了天象大宗师后期。本座传于你们的是一部超越天阶的功法，日后勤加练习，定会受益无穷。不过尔等也莫想这把功法传出去，本座已经失了手段，没有本座的允许，你们背不出一个字的。都下去熟悉境界吧，后边的事宜听从楼知县的安排即可。属下告退。快看，这群人的气势竟然提升了这么多，都看不透是何境界了。天象大宗师有的是天象大宗师后期，夏先生当真牛掰啊！顷刻间造就了这么多高手。该死呀！为什么昨天没有听到招人的消息？以后肯定还会再招的。如今的栖霞镇早已今非昔比，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江湖势力汇聚，我们就守在这里，只要招人，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后天的收徒考验，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搏。要是能成为夏先生的弟子，给他提鞋都行了。你怕不是在想 P 区？其实这种强行提升修为的方法是有弊端的，到达天人合一第1重之后再难以寸进。但是这种造化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机缘了，竟没有一个人退出。
后天就是阁主大人收徒的日子，栖霞镇外围已经汇聚了不下万人，都打起12分精神来。此次是我们第一次执行任务，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是。我们会分为10支小队，选出10个小队长，每月会发放200积分，大家平日执行任务也会获得积分，凭借积分可以在单格兑换丹药或者钱财。什么？娄县令，这是真的吗？太好了，啥子才会去兑换钱财吧？作为刚成立的奖励，每个小队成员获得100积分，队长200积分，各队队长由夏先生指定。这2日我们要抓紧熟悉功法，为收徒考验做准备。娄县令作为执法队的管理者，每个月会获得300积分，这让他顷刻间就对虾仁死心塌地了，因为他与虾仁见面之后，便知晓了这积分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这次的测试本作定在了栖霞镇10里外的天峰山，那里设置了17道阵法，既能保证你们的安全，又能测出各位的天赋。为期10天，10天之内能登顶者，皆可跟着本作学习炼丹之术。本作会从其中选出天赋上乘者，收为内门弟子。1个时辰后，测验正式开始，大家可以前往天峰山了。兄弟们，冲啊！夏先生没有规定年龄限制，大家都有机会，冲啊！林平之，这是开启阵法的密钥，带着此物可安然到达山顶。你在那里等候，10天之内登顶者就带回丹阁，本座就不去了。遵命。夏先生，这考验也太简单了吧？天凤山仅仅1000米，辽子撒泡尿的功夫就上去了。哼，你可真是聪明决定了。要真这么简单，夏先生干脆直接招一批人得了，还费这个劲干什么？废什么话，反正没有生命危险，去尝试一番便知深浅。哼，我离个龟龟，知道人多，没想到竟然这么多。考验开始，10天之内登上山顶，便算通过考验。宋师兄，我们快走吧，相信你一定可以登上去的。那是当然，凭我的资质，一定可以第一个登上山顶。快看，那是慕容复，没想到他们也来了。旁边那个小妞挺水灵啊，小模样真俊。喂，你们几个赶紧擦擦嘴，考验一共只有10天的时间，10天一过阵法就会消失，想拜入虾先生门下可就没有机会了。武安君，本公子也去了。公子小心。有趣，白起竟也是天人合一境界了，莫非前不久的动静是他突破所致？不知那尹正老儿如今到何境界了？他再不突破，只怕是要老死了吧？此处阵法倒是颇为奇特，洛仙，你去试一试吧。遵命。那人气息强大，却有种熟悉之感，莫非就是……白起望着山巅那人，内心颇不平静。这天下怕是将要发生巨变了。山巅此人正是当初为秦始皇炼丹的徐牧，在寻得一滴凤凰血后，凑巧炼制出了一枚丹药，他竟自己吞了，给秦始皇的却是混入鸡血的假药，根本毫无作用。此后便躲了起来。秦皇无奈，只得另觅他人炼制丹药。10几年过去，却是炼出了一堆毒药，这才下令斩杀了境内所有方士。徐牧服下丹药之后，短短几年，修为便突破到了天人合一，化名帝释天，成立了一个神秘组织，强力招揽了一些人，洛仙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当时的秦国有鬼谷子那种高手，他还不敢乱来，于是便沉眠于冰山之中，稳固境界。这一睡便是10几年。神州大陆的武者修为突破到天象大宗师后，寿命极限是100岁，突破到陆地神仙会增加到200岁，突破到天人合一，修为会增加到500岁。但是知道的人极少，因为天人合一之境的人寥寥无几，只有那些皇族核心之人知晓。而如今的洛仙看起来不过20多岁，却已是陆地神仙初期的修为。有趣，此女修为不弱，如此之快就到达半山腰了，想来资质应该极好。不过越往后压力越大，不知能否通过呢？此时的洛仙却被那无形的威压压得喘不过气来。不行，我一定要通过考验。如果失败了，依照那帝释天的狠辣，定不会放过我的。我要脱离他的魔掌。天啊！你们快看，那个白衣女子竟然走得如此轻松。没记错的话，这女子是叫王语嫣吧？今天是考验的日子，你不去看看吗？去个球，看那个哪有接受传承来的爽！哼，你简直色中了龙，那条尾巴没白长啊！你干嘛？虾仁正在与系统获得传承，这点考验路上迎来了一对奇葩父子。朱元璋，你个不孝爹，磨磨蹭蹭像个娘们，赶紧滚回皇陵接着睡吧。
你他娘的 Judy， 你个逆子，老子要诛你10族！不，老子要诛你100族！100多年了，一直挖苦老子，老子弄死你！这首曲子听了100多年了，还是这种妻离子散的感觉，太痛苦了。咱的雕儿，咱的雄鹰，咱的妹子，咱一定要复活你们！对，就是这种感觉。每次一放这首曲子，仿佛修为都提升了。这种死爹的感觉实在太妙了。我操！快关掉！老子叫你关掉！快看那2个穿黑袍的竟然打起来了，这可是下先生的考验呀，不怕给直接踢出去吗？来的这2人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朱元璋在位时便已是陆地神仙初期的修为，在朱标死后却是心灰意冷。为朱允文扫清障碍之后，便退居皇陵潜修，不问皇家事。朱棣在修为达到陆地神仙之后，也直接到皇陵深处闭关修炼去了。奈何资质有限，卡在陆地神仙初期多年，始终不得寸进，终日以欺负朱元璋为乐。而此时的朱元璋寿命也即将到头。彪儿、雄鹰、妹子，咱马上就能去陪你们了。朱厚照有要事相告，特求见诸位老祖。对于这个奇葩后代，朱元璋向来是不见的，近日可能是感觉大限将至，便破例见一次吧。老祖，这是清明寿丹跟清灵百草丹，同时服用最多可增加110年的寿元，特来进献。什么？竟有此等奇物？老祖，当即朱厚照便将丹阁的事说了出来。没想到那虾先生竟有如此本事。那小还魂丹虽只能复活刚死7天之内且肉身完好之人，也足以令人惊叹了。这还仅仅是7品丹药，不知有没有更高阶的丹药能复活亡故多年的人呢？朱元璋大限将至，本来是抱了必死之心的，听到居然有能使人复活的丹药，瞬间便来了精神。快把那几枚丹药拿来，咱要去复活彪儿！朱元璋，你个老逼灯，给我永乐大帝留一枚啊！你这么霸道，活该死儿子、死老婆、死孙子！操！朱棣，你个逆子，笑死我了！欺负老子100多年了，老子要捏爆你的卵！那个小逼崽子，你回去告诉朱无事，他那点心思还是用在正处吧。只要老子在一天，他就休想动你。本来朱元璋对于大明君主传承的事不是太在意，只要是他朱家的种，谁当皇帝都一样。如今得了朱厚照的好处，那朱无事想要谋朝篡位，可就得掂量掂量了。是老祖，嘿嘿，有了朱老祖的支持，你朱无事还怎么跟我抢皇位？老祖，后天丹阁会举行收徒考验，我皇室可要派人参加。咱要亲自去参加考验，咱要去学习炼丹之法。臭球巴，朕知道你要做什么，给你放首曲子助助兴。我操，又来！咱的彪儿，咱的雄鹰，咱的妹子，咱一定要复活你们！操！朱老四，老子要把你在茅坑里填放！目前的神州大陆修为不到天象大宗师，寿命便只有短短几十年，与普通人无异。那些身体羸弱的，更是会早早离世。朱标、朱雄鹰、马皇后的离世，对朱元璋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乃至修为停滞了上百年。如今有了复活他们的希望，这位侯女大帝自然要去争上一争。表哥，要不我拉你走吧？不必。哦，那我去上面等你。该死，这个贱人，他凭什么有这么好的天赋？我可是皇族后裔，我要成为炼丹师，我要光复大燕。我操，那王语嫣竟然是个普通人，看走眼了，这炼丹师的天赋也太恐怖了。刚刚表哥的眼神好冷。王语嫣一心想着刚才的事，步履轻盈地从洛仙身旁经过，这可把这位天之娇女震惊坏了。怎么可能？她一个普通人居然走得如此轻松，我居然输给了一个普通人！可恶，走不动了！凭什么张无忌能走到我前面？这小妮子不错哎。喂，小妞，快过来拉本少爷一把！喂，小孩，你就是张无忌吧？本郡主特许你跟在我屁股后边，爬不动的话可以拉你一把。谢谢，我娘说漂亮的女人不爱骗人，我自己走就行。没想到你这么小，知道的还不少呢。你不也是小吗？还好意思说我？你在嘀咕什么呢？没事，你赶紧爬吧，别耽误了时辰。哇，这位姐姐好厉害，走得比我还轻松。姐姐你好，我叫赵敏，很高兴认识你。失魂落魄的王语嫣此刻根本听不到旁人的声音，内心失落到了极点。
对于慕容复，他可谓是付出了120分的真心，奈何得到的却是冷漠与无情。恭喜你通过了。哎，卧槽，那王语嫣果然厉害，用了不到2个时辰吧？此女是何人？派人去调查一番，她背后的家族能拉拢就拉拢，不能拉拢就控制起来。此女定要为我所用。是。夏先生吗？不知究竟是何来历，且去查看一番。此人身上竟有凤凰的血气，看来这个世界远比我想象中还要有趣啊！此人莫非是神兽青龙所化吗？竟长有龙尾，修为不过天人4重，真是丢人啊！看了这么久，阁下何不现身一见？我当时何方高人竟有此等炼丹之术？原来是条小泥鳅。本座给你个机会，拜入我门下，助本座荡平神州大陆，日后封你护国大将。那个屌小的拉链没拉，放出你这么个鸟玩意儿来！帝是天生怀凤凰血，却被虾人叫做小鸟，如何能忍？咦，此人修为怎么回事？天人6重竟如此不堪一击！罢了，以后再慢慢收拾他，先把这炉8品丹药炼制完成。好强，大人区区天人4重，本座竟不是其一合之敌，日后必是大患，且先回去从长计议。今天是怎么回事？我丹阁这么好欺负了吗？又来个不长眼的！喂，老头，要不下来喝杯茶？老抻着脖子容易偏瘫。竟然被发现了，此人说的偏瘫是何意？老夫活了4000载，竟不知这世上有你这等奇人，还真是老夫孤陋寡闻了。4000多年，你是12金皇笑3笑。哈哈，老夫沉睡多年，没想到当时竟有人知晓我的名号。作为穿越者的虾人，在听到对方说活了4000年时，便猜出了老者的身份。笑3笑当年服用了神兽玄武之血，拥有了漫长的寿命。这是一位可敬的老者，一生为了那千秋大劫努力。老头，千秋大劫不是我，本座给你个提示，可去那倭之国找你那2个儿子查探一番。你竟知道千秋大劫，莫非真不是你？笑3笑在听说丹阁横空出世之后，便一直在调查。今日更是直接来到了丹阁之上，想要一探究竟，没想到刚一靠近就被发现了。丹药正处于成丹的关键时刻，虾人不愿再与之废话，挥手间笑3笑便被席卷而去。虾人穿越第1天，不仅长出了尾巴跟脚脚，还把系统给糟蹋了。这天又招收了很多弟子传授炼丹之法。没想到这些人天赋还蛮高嘛。确实挺漂亮的。哦，不对，确实质量挺高的。哼。没想到竟有这么多人通过，看来提升到大千世界的进程必然会加快许多啊！看着下方的100余人，虾人无比的兴奋，此次的确招收到了一些好苗子。接下来本座会选出到达山顶的前5人作为亲传弟子。王语嫣、洛仙、赵敏、骆小贝、朱老4出列。朱棣这个逆子，修为不如老子，炼丹天赋竟如此之高，嘿嘿，真他娘给咱长脸！其余人则是入门弟子。所有弟子需执行相关任务赚取积分，比如照看药源、搜集资源、执行丹阁指派任务等等。有了积分，便可在丹阁兑换药草、功法、法器和高阶丹药。同时，本座会根据各位自身特点，提供给你们适合修炼的基础功法。另外，会每年举行1次测试，测试通过者可升为亲传弟子。亲传弟子可以半价兑换所有物品。尔等炼制的丹药经检测合格之后，可自行售卖，也可兑换成积分或者其他物品。7品以下丹药价格不可低于丹阁所售价格，否则一旦查处，立即废除修为，逐出丹阁。倘若以后能炼制出7品及以上高阶丹药，其售卖价格不限，各凭本事。虾人说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众弟子越听越激动。这是本座炼制出的空间令牌，内含基础功法、1座丹炉、一些药草以及所有丹药信息，同时也是诸位身份的象征。只需将自己的一滴精血融入，便可收入体内，凭自己意愿使用。倘若诸位出现意外身死，此令牌会自动回到丹阁，且会记录临死前的一些影像。不过，若是自己并未身死，且令牌又被他人所得，他人虽不能使用，但可被轻易毁坏，其中物品也会一并消失，也不会有影像传回。无了令牌，便算是自动退出丹阁，所以诸位小心收好。这个是好东西啊，没想到竟是空间类的宝物，可得贴身放好才行。成为本座的弟子，为人心术要正，如若是居心叵测之徒，本座不介意清理门户，尔等可记下了。
师尊教诲，我等谨记。很好，接下来的安排调度，一切由林平之负责。武安君此次未能成为虾先生亲传弟子，父皇不会责罚于我吧？公子放心，公子虽非亲传弟子，但在入门弟子中排名还是很靠前的。明年再次考验，定能入亲传之列。希望如此吧。没想到那朱元璋跟朱棣竟然都还活着，一个成了入门弟子，一个则是亲传弟子。此事需尽快传给陛下，统一之事或将有重大变故啊！我竟然失败了！我怎么可能会失败？一定是那阵法出问题了！不，我不甘心！彪哥，你个贱人！你凭什么能第一个通过考验？凭什么？彪哥，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我能通过，你不应该高兴吗？好，高兴！我太高兴了！看着状若疯癫的慕容复，王语嫣突然发现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哎，嫉妒真的会让一个人面目全非啊！师兄，没关系的，虽然没有通过，但是冲儿跟善儿都成为入门弟子了，一样可以学习炼丹之法的。我们以后要多搜集一些资源给他们用，争取能赚取足够多的积分去兑换高阶的丹药。祝虫妈，你看我永乐大帝的身份令牌怎么比你那个亮呢？你个逆子，臭显摆什么？不就是比老子早当亲传弟子吗？1年以后老子一定会成为亲传，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想到这对奇葩父子也来了，还真是让人意外啊！不过内人，这神州大陆看似王朝林立，其实只有大秦跟大明算是大国，其余国家很难跟这两个相提并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们提升世界之力，人们的实力提升了，战争肯定也会越发惨烈。那我们提升大千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呢？不管何时，哪里都会有争端，这也是发展的必然。万物本来就是很玄妙的东西，大家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很难做出解释。探索未知，寻求答案，弥补遗憾，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一个过程，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个过程。这个世界的天道还不完整，很多事情还没办法很好的解释，只有到了大千世界才会有可能实现。你难道不想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吗？你难道不想回到原来的世界中吗？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渺小的，只有整个世界之力提高到一定程度，才会更容易寻找到背后的真相。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这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只要有利益上的冲突，矛盾就永远不可能化解。你能做的就是尽快提升自己，提升这个世界，让他们知道全新的未来，这样才会把目光拉远，不会拘泥于当下。你说的对，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更像个人，尤其是那方面。要不再来一次传承？滚！老花，可以啊，这么短的时间，你花家就建了这么大一座酒楼。不过这次考验你怎么没去呢？以你的天赋，说不得可以跻身亲传弟子之列。我花家目前看似庞大，实则忧患颇多。若是我拜入丹阁，花家的管理怕是难以有人支撑啊。花满楼其实很想参加的，奈何他们家族的状况实在是不允许。西门吹雪跟陆小凤都去了，不过走到一半就被那股无形的压力打回了原形。以后只能想别的办法来获取丹药了。阁主，拍卖会已经准备就绪。很好，执法队每人奖励100积分，另外把这枚空间戒指作为赠品赠予第一个购买丹药之人。本次拍卖会也全交给你负责，完事之后可以给你一个拜本座为师的机会。多谢阁主，林平之定不辱命。欢迎诸位到访，林某受阁主所托，主持此次拍卖会。下面是第一件拍品，阁主吩咐，第一件竞拍成功的，会赠送空间戒指1枚。虾仁穿越第一天不仅长出了龙角龙尾，还把尾巴砍下来烤着吃了，没想到尾巴还会自动长出来。只因虾仁是最强炼丹师，可以吃丹药无限断肢重生。这天丹阁迎来了8品丹药拍卖会。拍卖会正式开始，第一枚竞拍成功的朋友会获赠空间戒指1枚。空间戒指，这是何物？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说此物，此物乃是阁主亲自炼制，名为空间戒指，属灵宝之列，灵宝之上还有法宝，法宝之上还有仙宝、圣宝等。今日之后，丹阁会设立器阁，出售各种宝物，诸位若有需要可前往购买。林少侠，不知此物要如何使用？
诸位只需将自己的一滴精血滴入其中，便可收入体内，凭自己意念即可控制。此物可容纳一切死物，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4个等级。内部空间随品级不同而不同，下品空间有方丈大小，极品灵界可吞山纳海。没想到世间竟有此等奇物，夏先生莫非是那传说中的仙人不成？当真神奇，只这一枚戒指，价格恐怕不会低于那枚丹药吧？夏先生当真好大的手笔，谁若是购得第1枚丹药，那可是赚大了。林少侠，赶快开始吧，我们都等不及了。诸位稍安，今天所售丹药有8品丹药20枚，9品丹药1枚，皆是有着强大功效。7品之上属于上品丹药，炼制极为不易，所以品级越高，数量越少，当然功效也会越强大。诸位把握好机会，量力而为，但不可虚报价格，否则丹阁会将此人列入黑名单。请诸位悉知。这灵平之现在是何境界？气息竟是如此强大，怕是有着陆地神仙后期甚至巅峰的战力吧？这林平之来丹阁之前还只是后天巅峰，短短数月，修为竟恐怖如斯，这夏先生的手段当真了得。第1枚是8品青莲造化丹，参悟天地规则必备珍品，可直接助力陆地神仙巅峰的武者突破到天人合一境。我操，这上来就是王炸啊！竟有此等丹药，我一定要得到这枚青莲造化丹，再加上那枚空间戒指，这第1派本王势在必得。青莲造化丹起拍价1亿2白银，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两。开始。起拍价就1亿两，这价格也太高了吧！该死呀！为什么我不是巨富？8品丹药真不是我们这些小卡拉米能认知的了。1亿100万两，1亿200万两。都这么小家子气吗？那可是直接助力突破天人的丹药，再加上那枚空间戒指，我出2亿。此人是谁？竟直接提高了近1个亿！一时间，众人被突然暴涨的价格唬住了，竟出现了短暂的空档，无人喊价。2亿3千万。去查一下对方是何人，胆敢与本皇子竞价。2亿5千万。义父，那3号房间之中的乃是元朝的皇子。区区恶缘，竟敢也来凑热闹，待此间事了，本王定要率军远征，去荡平乃元朝地界。3亿。有了此丹，先纳诸无氏踏入天人合一，你诸无氏还能奈我何？阁主说的没错，这神州大陆正在逐步的崛起了，那些强大的势力底蕴当真是可怕。3亿2千万两，4亿。眨眼之间，价格就被抬到了4亿2白银的高价，一时间没有再继续加价的了。2号房间的客人出价4亿两，还有要加价的吗？4亿两第1次，4亿两第2次。我出5亿。公子不可，我们此次来，一是要参加考验，二是要购买丹药，一共也就带了10亿的银票，第1枚就花掉5个亿，后边如若再有更合适的丹药，很可能无力购买啊。武安君放心，我此刻乃是虾先生的入门弟子，虽不能半价兑换丹药与那空间戒指，但是去讲价，优惠一些想来还是可以的。这枚丹药是有那空间戒指的加成，所以价格才会如此之高，后边的丹药价格很可能不会太高的。再说将这枚空间戒指献给父皇，父皇必定高兴万分的。公子既已喊价，此刻又无人加价，这第1枚丹药定是我们的了。木已成舟，且继续看吧。公子后边切莫再冲动。知道了。哼，你一个小小武安君也配支配我吗？纵你天人2重又如何？还不是我皇室的一条狗，本皇子要做什么还轮不到你管。胡亥仗着有陛下的宠爱，如此行径，幸亏有扶苏当位，不然我大秦危矣啊！1号房间的客人出价5亿，还有要加价的吗？5亿第1次，5亿第2次。成交。恭喜1号房的贵客拍的青莲造化丹与这枚空间戒指，稍后将有专人去房间与您交易，请稍待。接下来是第2件拍帖。气死我了！给我去查，这又是哪里冒出来的货色？敢与本皇子作对，出了栖霞镇，我让他有来无回。是。海棠，立刻去调查今天参加拍卖会的所有人员信息。本王要知道这些高阶丹药最后都会被哪方势力买走，其中很可能将是我大明的大敌。是，义父。第2枚是8品天阳丹，普通人亦可服用，不仅能直接增加150年的寿命，还能让普通人直接拥有天象大宗师初期的修为，相当于增加了至少200年的寿元。逆天了，这是陆地神仙的寿命才200年，这要是再服下1枚天阳丹，靠寿元的积累，说不定也能突破到天人境。
踏入天人哪有那么容易？不过能凭空增加150年的寿元，只要有足够的钱支付，相信每个人都愿意购买吧。更离谱的是，居然能直接让普通人成为天象大宗师，比那个师生丹更有价值啊！当初林平之是服用了师生丹，修为到了天象后期，而且还是看天赋，天赋差的说不定连指玄宗都进不了，寿命也止于3年，一般人都不会选择。此丹我花家定要拿下，若是有了此丹，老祖便有了修为，会有更多的可能。这次一定愿意服用的，我花家也定可再昌盛至少100年啊！而且我也有了能抽身的机会，说不定还能拜入丹阁呢。此时的花满楼激动无比，之前他也曾购买过清明寿丹与清灵百草丹给老祖，老祖却不愿服用。满楼啊，在花家虽有些积累，却不是随便消耗的。我一个普通人，这辈子已经活够了，此丹还是留给更有价值之人吧。口吻，此丹我少林定要得手。红善师兄寿元即将耗尽，上亿枚清明造化丹我们没有买到，这枚天阳丹必须拿下，再配合感悟天道的丹药，红善师兄一样可以突破到天人境，且还能增加150年寿元。是师叔，弟子定会尽全力拿下此丹。喂，声望达到了1000万，你还要传承不要？要啊！这次本座看看你还有什么技巧。这次居然是云中子的传承，再加上太上老君的传承，本座有信心在3年之内将世界提升到大千世界。阁主，此次拍卖会一共售的81亿6300万两白银，有1成是功法与古玩等义物兑换而来，其中秦朝买了2枚，明朝买了3枚，朱吴氏购买了1枚，元朝买了1枚，剩下的则被一些隐藏的家族买走。这神州大陆还是有很多隐藏世家的嘛，远没有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只有几方大势力，他们才是这个世界背后真正的话事人。这次的拍卖会怕是会引起一些争端，不过这也会促进世界进程的加快，争端是避免不了的。林平之，你传出消息，本座要招收炼器弟子，传授炼器之法。那枚空间戒指只是最低级的灵宝，想要拥有更强大的功法、更高阶的宝物，可以来丹阁购买或者置换。在一些人迹罕至之处，或者是深山秘境之中，有诸多资源，想要的可前去开采。另外，告诉众人，这个世界有真正的仙人，能够真正的长生不死，万古不灭。也许是为了证明虾人的话，突然神州大陆的几处大山之中，一道道摄人心魄的光柱冲天而起，照亮了半个夜空。一时间天下震动，待光柱消散后，所在之处都出现了一个深坑，有缕缕灵气扩散开来。开始出现灵气了吗？随着人们修为的提升，世界之力果然在逐渐增强啊！神州大陆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随着灵力的不断增加，人们修行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只是现在人们缺少的便是对应的修行功法了。你可以先把一些低阶的功法传出去，随着声望越来越高，能兑换到的功法肯定也会越多越高级。传出去之后，相信很多天资卓绝之辈会从其中领悟出新的功法，从而开枝散叶，这个世界将会越来越完善。武安君刚刚出现的天地异象，再加上虾先生说的有真正的仙人，武安君作何看法？陛下，此事怕不似有假，神州大陆或许正在进行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变化，我们当提前准备啊！祝虫吧，我上早吧。你看到那光柱了吗？朕活了100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壮观的场面。操，真他娘带劲！你个不孝子，别只顾着自嗨了，咱可是听说这世上有真正的仙人，既然有仙人，说不定还真有能复活妹子的可能。老子懒得管皇朝那些事，你去告诉那朱无事，咱大明的皇位还轮不到他来做，还是将心思放在修炼上吧。有了强大的实力，还不是啥都有了？祝虫吧，我上早吧，你自己去吧，朕还要炼丹呢。操！就知道墨迹，一天不打上房揭瓦，赶紧给老子去！3年过去了，神州大陆早就被一则又一则奇异的消息点燃。有人曾在某个雷雨交加的夜空看到了数百丈长的巨龙，有人在苍茫大海上见到过直达天穹的水柱，也有人见到过御剑飞行的仙人。经过3年的发展，神州大陆现在只剩2个国，一个大秦，一个大明。由于有虾人的调和，各自占据了神州大陆一半的位置，相安无事。秦始皇、白起、朱元璋、朱棣在虾人的帮助下，早已是超越天人合一9重的存在。整个神州大陆在1年以前就已经是大千世界了，有这1年的发展，更加的稳固了。爹爹，我要吃糖葫芦。爹爹是个大懒虫，太阳晒屁股了还在睡大觉，羞脸。那儿别闹，这个世界的故事结束了，我们即将去往新的世界。熬夜干视频很辛苦的。
喂，快起来干活！观众老爷们都等不及了。哦，来了。观众老爷们别骂了，由于这部剧小说后面写的乱七八糟，虾仁实在编不下去了。与其浪费大家的时间，不如换一本高质量的小说。因此找了一本非常好看的小说，再熬夜给大家干视频，争取以后每天都能更新。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兄弟，新作品马上会发出来，咱下部剧见。这次一定让大家看到爽，拜拜拜拜。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位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它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雨。